朋友，欢迎来到养怡时光，我是陈俊宏。眼看着2026年的脚步是越来越近，我相信咱们身在北美的华人朋友们，最近心里头可能都在盘算着一件大事，那就是回国。不管是回去看看年迈的父母，祭奠一下祖先，还是单纯想重温家乡的味道，这份心思是越来越强烈。尤其是这一两年，各方面的交流都在回暖，大家想回家的念头，那是挡都挡不住。但是就在最近这几天，我收到了好几位朋友的留言，他们跟我分享了一些让人非常揪心的经历。有人说自己在机场遇到了以前从没想过的麻烦，更有甚者，人已经到了登机口，却硬生生被拦了下来，行程全部泡汤。而且根据一些最新的动态和规定来看，从2026年开始，力度可能会比之前更大。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属于我接下来要详细说的这7类情况之一，那么你回国可能遇到的就不只是麻烦2个字那么简单了，搞不好会陷入一个回不去也出不来的尴尬境地。在开始之前，如果大家觉得这类信息对你或者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有所帮助，恳请大家能给我们养怡时光点个赞，订阅一下频道。你们的支持是我能持续为大家搜集、整理这些关键信息的最大动力。如果你身边也有正准备回国，或者经常在中美之间往返的朋友，请务必把这期内容分享给他们。我们直接进入正题。为什么我一直强调2026年会是一个特别需要大家留神的年份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了，最近咱们中国宣布了一系列进一步优化外国人入境的政策，包括把很多欧洲国家，还有像日本、韩国这些邻国的免签入境安排延长到了2026年的年底。这听起来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对吧？意味着往来更方便了。但是我们看事情得看两面，政策放宽、便利度提升的另一面，往往意味着管理的规范化、精准化和严密化。就像打开一扇更大的门，门框上的安检仪器也会同时升级一样。现在对于身份的核实、出入境行为的规范以及税务等方面的合规性要求，是结合了最新的技术手段，在扎紧篱笆。很多在海外生活了很久的老华侨，回国时可能还习惯用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老办法、老经验，总觉得没事，查不到我。但今天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时代真的不同了。现在大数据和系统联网的威力远超我们普通人的想象，真不是开玩笑的。这第一类也是最常见，在机场最容易直接被拦下的，就是那些已经加入外国国籍，但依然保留着中国户口和身份证的朋友。我知道，在我们北美华人的圈子里，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很多人为了家庭，为了事业，加入了美国或者加拿大国籍，但为了回国时方便，或者觉得留着国内的身份证，将来处理社保、房产或者其他事务能省很多事儿，就一直没去主动注销国内的户口，甚至2本护照交替使用。在过去信息系统没有完全打通的时候，这种做法或许有一些操作空间。你用外国护照入境，国内的户籍系统可能一时半会儿关联不上，但是这个好日子恐怕真的要到头了。根据一些最新的媒体报道和案例显示，全国主要的出入境口岸已经加强了对所谓双重国籍或双重身份的核查力度。核心的原因就是技术成熟了，现在的出入境管理系统和公安的户籍管理系统，甚至其他行政系统，已经实现了深度的数据联网和实时比对。当你持外国护照办理中国签证，或者在入境时通过自助通道、人工柜台进行指纹或人脸识别时，系统会自动将你的生物信息与全国人口数据库进行碰撞。一旦系统发现，按着这个指纹，这张脸的人竟然还对应着一个有效的、活着的中国户籍身份，而你现在却拿着外国护照，系统瞬间就会发出预警，这不再是一个可以商量或者下次注意的情况了。边检人员依法会要求你就地处理这个问题。更麻烦的是，如果你曾经尝试用中国护照出境，再用外国护照入境这种打时间差的操作，在如今全程电子化、记录可追溯的闸机和大数据面前，几乎是无处藏身的。一旦被查实，你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拒绝入境，还可能因为涉嫌骗取签证或非法持有证件而被处罚。
甚至列入管理名单，导致你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回中国还是返回美国，都会遇到极大的障碍，真的可能两边不靠岸。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大家回国探亲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一切行为的前提必须是合法合规。如果你觉得这第一点就戳中了你的心事，那说明我们今天的聊天非常及时和必要。也请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新朋友，动动手指关注一下养怡时光。我们接着往下看，后面的内容同样关键。这第二类需要高度警惕的人，是那些可能涉及跨境税务合规风险的朋友，特别是高净值人群。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一个词，叫 CRS， 也就是共同申报准则。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这个全球范围内的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系统运作的已经越来越成熟和完善了。到了2026年，中国税务部门对于高净值人群的海外资产申报和税收管理的力度是在持续加强的。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如果你在中国境内还有价值不菲的房产在出租，每个月有一笔可观的租金收入，或者你在国内的银行账户里有一大笔存款，产生了利息，又或者你持有国内公司的股票，有分红收益。但是，你本人作为一个长期定居在美国的税务居民，这些年从来没有就这些来自中国的收入，向中国的税务部门进行过如实申报，同时也可能忽略了美国国税局的相关申报要求，那么你就要当心了。现在，一些地方在入境检查时，系统是有可能联动税务部门的预警信息的。如果你已经被税务部门列入了欠税名单，或者因为某些资金往来异常而涉嫌在洗钱调查的名单里，边检人员是有权依法限制你出境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能一路顺利回到了中国，见到了亲人，处理完了事情，但等到假期结束，你准备收拾行李返回美国时，却在机场的出境关口被拦下了，告诉你暂时不能离开。这种进去了却出不来的进退两难局面，真的是谁遇上谁头疼。美国的工作、家庭生活可能全部被打乱。所以，财务上的透明与合规，在全球化监管的今天，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了。第三类是那些在签证和停留时间上抱有侥幸心理的常客。现在，中国对很多国家实行了短期免签政策，比如常见的15天或30天免签入境。很多华人朋友觉得这太方便了，比去申请一个探亲签证省事多了，于是就经常利用免签政策回国。但是，请大家务必注意，免签政策有着非常明确和严格的活动范围与时间限制。这个停留期就是你每次入境后被允许在中国境内停留的最长天数，从你入境那一天开始计算。有些人回国后，因为家里事多，陪父母孩子一高兴就多住了几天，或者顺便跑一趟外地，见见老朋友，处理一点私事，甚至生意上的往来。从2026年更加规范的管理趋势来看，如果你在免签入境期间从事的活动与你入境时申报的旅游或短期探亲目的明显不符，比如实质性的进行了商务谈判、考察项目，或者有打工的嫌疑，又或者你仅仅是超过了规定的停留期，哪怕1-2天，千万不要以为离境时在海关交点罚款就能了事。现在的系统会自动记录你的这次违规行为，并做出标记。下一次，当你再想申请任何类型的中国签证，或者再次尝试免签入境时，你很可能会被直接拒签。在某些重点查验时期，如果你没有合法的停留延期证明，在机场出境时就会被有关人员带走协助调查。这不仅耽误时间，让你错过宝贵的回程航班，还会在记录上留下更深的污点。讲到这儿，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和身边的朋友有启发，也请帮忙分享到你所在的微信社群、老乡群里，让大家都能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第四类人群是那些忽视了临时住宿登记的朋友。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在2026年，它的重要性只会增不会减。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所有入境中国的外国人，如果在亲友家留宿，必须在入住后的24小时内，由留宿人或者本人到居住地所在的派出所办理临时住宿登记。
以前网络不发达，很多朋友觉得我回自己爸妈家、亲戚家住，谁也不知道，没必要登记。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中国的数字社会治理已经非常深入。如果你在中国期间使用了微信支付、支付宝进行消费，或者乘坐了需要实名制的高铁、飞机，你的身份信息和地理位置信息是会在多个系统间产生联动的。当你结束行程，在机场办理出境手续时，边检人员是有可能查询你的在华记录的。如果发现你在整个停留期间没有任何一条合法的住宿登记记录，系统会判定你在华期间脱离了监管视线，这会导致你的个人信誉在相关系统中被降级。在最坏的情况下，你会被处以罚款，并且这个不良记录会一直跟着你，严重影响你未来每一次申请签证或入境中国的审批结果。别小看这一个小小的登记，它花不了你10分钟，却能为你免除后续巨大的潜在麻烦。第5类是被列入国内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者涉及未结民事诉讼的人。随着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它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出入境管理。很多在北美的华人，可能早些年在中国国内还有一些未彻底了结的经济纠纷，比如朋友间的借贷没还清，生意上的合同官司没了结，或者复杂的遗产继承分割存在争议。有些人会觉得，反正我人已经在国外了，国内的法院传票我不接，不理睬，他们能拿我怎么样？这种想法现在非常危险。如果你被中国的法院正式列入了限制高消费名单，或者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你的姓名和身份信息是会同步到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拦截系统中的。当你兴高采烈地漂洋过海，飞机落地中国，想着终于回到家乡时，可能在机场入境大厅，等着你的就不是亲人，而是法院的执行法警了。你可能会被依法带走，要求你配合处理案件。更麻烦的是，如果是因为民事纠纷被限制出境，这个案子处理起来可能旷日持久，几个月都未必能解决。你被困在国内，美国那边的工作、学业、家庭该怎么办？那种焦头烂额的感觉，想想都让人窒息。第6类是携带违禁物品或者携带超过限额现金却未申报的朋友。2026年，中国海关的查验设备和技术只会更加先进和智能化，很多扫描设备甚至可以实现快速无感检测。很多华人朋友回国，总想给亲戚朋友多带点礼物，表达心意，这本身是好事，比如带一些高档的保健品、营养品，像海参、花旗参，或者最新的电子产品。但是一定要注意，很多动植物产品及其制品是禁止携带入境的，而所有物品都有免税额度限制。如果超过了免税额，或者带了违禁品，不仅东西会被海关依法没收，你本人还会面临高额罚款，并且这次违规行为会被记录在案，影响你未来的通关信誉。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现金携带的规定。中国海关明确规定，入境人员携带超过等值5000美元的外币现金，必须向海关进行书面申报。这个规定非常严格，很多人为了图省事，或者抱有侥幸心理，把超额的现金藏在行李的夹层里、衣服里，甚至鞋袜里。我在这里必须严肃地告诉大家，在现代化的能穿透行李的 X 光机和各种安检仪器面前，这种行为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投罗网。一旦被查获，面临的惩罚会非常严厉。我们千里迢迢回家是为了团聚和快乐，千万别因为这点事让旅程蒙上阴影。第7类人，可能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留有严重违规言论记录的人。随着全球互联网管理的日益规范和法律化，各国在入境审核时，对入境者的背景进行必要的、合理的核实，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做法。如果你在诸如推特、脸书、油管等公开的、可追溯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曾经发布过大量严重违反中国法律法规、恶意破坏社会稳定，或者肆意传播经过证实的虚假信息，进行人身攻击的言论，那么请注意，即使你手持有效的中国签证，中国的边检机关也有权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认定你入境后可能危害社会公共秩序，从而拒绝你入境。这当然不是说不能发表个人观点和看法，而是特指那些有组织、有目的、带有恶意的造谣、
诽谤和煽动行为。在机场，这种人通常的处理方式就是被拒绝入境，并由航空公司安排搭乘最近一班飞机返回，甚至可能面临一个相当长期的入境禁令。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留下的数字足迹在关键时刻可能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倒吸一口凉气，觉得哎呀，这回国怎么变得这么复杂，这么难了？其实，陈俊宏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所有这些规定的出台和严格执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一个正常、有序、安全的社会环境和出入境秩序。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绝大多数一向守法合规的华人朋友来说，只要我们提前了解规矩，并按规矩办事，这些麻烦根本不会找上门来。我做这期内容的初衷，就是担心大家因为信息的滞后或者不对称，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小心踩了坑，那才真是冤枉。那么，面对2026年这些可以预见的更加规范的管理趋势，我们具体该怎么做，才能确保自己的回国之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呢？陈俊宏给大家几点实实在在的建议。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彻底理顺自己的身份问题。如果你已经宣誓加入了美国或其他外国国籍，那么请务必尽快在下一次计划回国前，主动处理好中国户籍的注销事宜。你可以选择在出国前联系你原户籍所在地的中国驻外使领馆进行咨询，或者回国后亲自到原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注销手续。根据官方公布的工作规范，取得外国国籍并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人士，应凭有效外国护照、中国签证及护照翻译件等材料，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并交回居民身份证。虽然在情感上，注销户口可能让人觉得像是断了根，但从法律层面看，这是让你彻底告别灰色地带，保护自己免受未来可能出现的行政处罚和法律风险的最佳方式。身份清晰了，心里才踏实。注销户口后，你完全可以依据自身情况，依法申请适合你的中国签证，比如长期的探亲签证，或者如果符合条件，申请中国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样反而能让你的往返之旅在法律清晰保护下更加自由和安心。第二，要有全球税务合规的意识，提前做好财务梳理。如果你在中国境内还有持续的大额的经济利益，比如房产租金、投资分红等，强烈建议你在下次回国前咨询一下专业的、精通中美两国税法的会计师或税务律师，请他们帮你做一个评估，确保你的税务申报在中国和美国两方面都是合规的。全球税收透明化和各国加强税收管理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个时代，想通过隐瞒来规避税务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风险极高。主动拥抱合规，做好规划，才是守护你财富安全，让你在两国之间往来无忧的长久之道。第三，回国后切记把住宿登记作为头等大事来办。到了亲戚家，别光顾着激动的吃饭聊天，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就应该在亲友的陪同下，去辖区派出所，或者按照当地最新的便民措施，通过手机上的政务小程序，完成临时住宿登记。这件事可能只需要花费你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但它就像给你的合法停留买了一份保险，能为你省去未来所有可能因此而生的盘问和麻烦。第四，出行前反复检查所有证件的有效性。2026年，一些旧版的证件或签证格式可能会被逐步清理和取代。在计划行程、购买机票之前，至少提前2-3个月就仔细检查你的护照有效期是否充足，你的中国签证是否在有效期内，签证的入境次数是否用完。特别是利用免签政策入境的朋友，一定要拿起日历，严格计算好允许停留的天数，最好在手机里设置一个离境提醒，宁可提前1-2天离开，也千万不要抱着多待几个小时没人查的侥幸心理去触碰那条红线。最后，陈俊宏想说的是，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是魂牵梦绕的根，但家乡也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有它需要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秩序。我们作为在海外生活的华人，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更应该成为理解规则、遵守规则的典范。
我们谁也不愿意在机场因为自己一时疏忽或对规则的不了解而被拦下，让所有的期待和喜悦瞬间化为泡影，甚至影响长远的生活。如果你觉得养怡时光今天聊的这些问题非常具体，非常实用，请务必给这期内容点个赞，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也非常期待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们在入境出境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具体的状况，或者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建议。你的一句留言很可能就帮助到了另一位正在焦虑和准备中的华人同胞。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请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陈俊宏，我们下期内容再见。